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山海经当中说，南方的大山里面有一个羽人国，羽人国的东边还居住着不死民。几千年来，这两句话就像密码一样，没人能解得开。慢慢的，我们也就觉得山海经就是一本神话书，羽人国、不死民这也都是传说。但就在30多年前，考古学家们挖开了一座古墓，古墓中出土的文物似乎正在讲述羽人国和不死民的远古故事。时间回到1983年，广州城内政府把象岗山划归给城建施工队，准许他们在这里盖一座职工宿舍楼。施工队给自己干活，当然很有干劲儿。没几天，这座30来米的小山包就被削掉了1/3。施工队里还有几个老师傅，懂点堪舆风水什么的，他们也很兴奋，一直跟人说象岗山可是一块风水宝地，这要放在过去，能住在这儿的可都是皇亲国戚。结果真被他们说中了。第二天中午，施工队就挖到了一个大石板，石板下面隐约有一座地宫，这显然是一座古墓啊！看来象岗山早就有住户了，但这下面究竟是什么朝代的古墓呢？堪舆师傅继续说，几十年前广州拆城墙、修马路的时候，把象岗山和对面的越秀山劈成了2座山，但原本它们是连在一起的，都是越秀山。越秀山再往北就是白云山。越秀山、白云山这2座山在广州城内形成了一个山坳，这个山坳在秦始皇的时代就吐出过红光紫气。当时的方士说，这意味着当地出现了长生不死的灵药，而且正在运化着一股天子之气。那个时候，秦始皇刚刚统一6国，主要的威胁是北边的匈奴和南边的百越，究竟先解决谁呢？恰好百越这边出现了天子之气。于是秦始皇就拿定了主意，他派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去北边修筑长城，防守匈奴，同时派屠睢率领50万秦军南下，开凿运河，攻灭百越。本来这就是历史上屠睢攻百越之战，但事实上屠睢身边有一个20岁的年轻人，他叫做赵佗，是秦始皇的贴身侍卫，也是秦始皇的秘密使者。他一方面监视屠睢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他要帮助秦始皇寻找长生不死的灵药。老师傅的故事正讲到这里，考古队也赶到了现场。考古队只看了一眼就说，石头墓，明代的，别扯那些什么秦皇汉武，那会儿广东还很蛮荒。接着考古队就开始清理土层，确认古墓的边缘，这是标准流程第一步。结果清理出去7、8米，古墓还没有到头。考古队有点慌，哪有这么大的明代墓穴啊？最后清理出来，这原来是一个长宽都有10来米的大墓。按照明代的墓穴制度，这可是埋王爷的标准呢。但哪个明朝王爷会被埋在广州城里呢？历史书上并没有相关的记载。考古队在扒着石头缝往地宫里一看，好像看到了一个汉朝的铜鼎，这是打脸了，怕不是真的挖到一座汉代墓了吧？考古队立刻封锁现场，呼叫上级支援。就在这个时候，堪舆师傅们又讲出了另一段故事。三国时代，曹操手下有专门负责挖墓的摸金校尉，其实孙权的盗墓部队比曹操更凶。那个时候，孙权就派出过一支几千人的盗墓部队，千里迢迢跑来广州挖墓。他们锁定的目标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秦始皇的侍卫赵佗的墓穴。赵佗跟着大军来到广州，暗中帮秦始皇寻找灵药，然后就跟徐福一样没有回去了。他可不是怕找不到灵药回去被杀，反而秦始皇特别器重他。他后来替代屠睢当了秦军统帅。再后来，刘邦、项羽攻入咸阳，秦朝突然崩溃。这个时候，赵佗作为秦将，手里还有50万大军，按理说本应该回去救援，但他封锁了岭南和中原之间的道路，自立为王，当了南越国的皇帝。接下来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赵佗他竟然活了103岁。要知道，古时候能活过60就已经是高寿了，秦始皇都只活了50岁，那你赵佗凭什么能活103岁了？难道他真的找到了不死灵药？这个灵药就隐藏在他的墓穴当中？无论真假，反正孙权当年是对赵佗墓充满了期待，但结果他的大军在广州挖了大半年，也始终没有找到赵佗墓。孙权之后又有无数人寻找过赵佗墓，也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赵佗墓里一定埋藏着什么重要的东西。据说当年帮赵佗修建坟墓的军队在广州周边的山上挖了几10个遗冢，
到了出殡那天呢，广州城门全部打开，8队出殡的队伍同时离开广州，这都是为了疑惑后世的盗墓贼，让所有人都猜不出来究竟哪个出殡队伍中有真正的棺椁。但现在象岗山上挖出了这座古墓，会不会就是赵佗墓了？也许广州城外那10几个遗冢都是假的，真正的墓穴就在广州城内的象岗山上。当年赵佗的棺椁可能根本就没有离开广州城。赵佗有没有可能是用这招引下黑，才把所有人都骗了2000多年？故事发展到这里已经越来越玄幻了，但现实中赶到现场的顶级专家并没有否认堪舆师傅的说法，他们给出了更加科学的分析。专家说，老师傅推理的历史故事都没有错，从墓穴的结构来看，这也必定是一座汉朝的帝王墓。那哪个汉朝皇帝会埋到广州来了？很显然，只有可能是当时在广州自立为王的南越国皇帝。但是南越国一共有5代皇帝，赵佗是第1代皇帝，他确实活了103岁，以至于他的儿子都比他先死了。继承赵佗皇位的是他的孙子，叫做赵胡，这是第2代皇帝。第3代皇帝是赵胡的儿子赵婴齐，第4代、第5代皇帝是赵兴和赵建德。这5位皇帝当中，赵兴和赵建德在位只有1年时间，南越国当时正处在被汉朝吞并的过程当中，所以他们理论上是无法留下这么庞大的墓穴的，可以暂时排除。第3代皇帝赵婴齐，他的墓在公元226年就被孙权派人给挖了，这和老师傅讲的差不多，所以他也可以被排除。第2代皇帝赵胡，他的墓1916年被发现的，在广州龟山，是王国维大师鉴定出来的。所以这样推断下来，眼前这座古墓极有可能正是第1代南越国皇帝赵佗的墓穴。那墓穴中是否隐藏着长生不死的灵药呢？所有人开始浮想联翩，专家们也立刻上报国务院，请求抢救性挖掘。很快批文下达，古墓被挖开，一件件文物出土，一个惊人的远古真相也逐渐浮出了水面。第一个出土的是躺在墓道上的一具殉葬人的遗骸。看来南越皇帝虽然是中原人，但他们统治百越以后，还是默认了百越的风俗，依旧采用了活人殉葬的方式。打开墓门，前世出现了写着长乐宫器的陶罐。长乐宫，这是汉朝皇帝的宫殿，在长安，为什么会出现在广州的古墓当中呢？专家说，这意味着前面的推断全都没错，这是一位建越皇帝的墓穴。这个长乐宫并不是长安的长乐宫，而是这位建越皇帝按照汉朝的百官礼仪制度，在南越国修建了山寨长乐宫。线索再一次把墓主人的身份指向了赵佗。继续往下挖，东耳室出土了各种各样的烧烤架、大酒壶、大音箱，也就是编钟，有的烧烤架上甚至还有轮子。现场的考古专家们都笑了，就差再出土一盘2000多年前的烧腊了。看来广州吃货历史悠久。继续挖开西耳室，全是兵器战车，这很秦国，看来墓主人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赵佗了。下一步就要进入主墓室了，会不会发现传说中的长生灵药呢？所有人屏住了呼吸，打开墓门，发现了一地的碎片。看来墓主人的棺椁遗体早就已经腐烂成渣了，但是地上的这些碎片又是什么呢？专家看了一眼，发现每个碎片上都有4个穿孔，很快就断定出来，这是金缕玉衣，也就是下葬的时候穿在墓主人身上的衣服。这件衣服必须用几千块玉片，按照墓主人的身材来打磨拼接，然后再用金丝把玉片全部连起来，做成一件衣服。汉朝能穿金缕玉衣下葬的只有皇帝本人，皇帝的兄弟儿子们都只能穿银缕玉衣下葬。但眼前这件玉衣为什么只见玉片不见金缕丝线呢？黄金白银这个都是很难腐烂掉的东西啊。专家说，这件玉衣可能是极罕见的第3等级丝缕玉衣，也就是用丝绸连接起来的玉衣。就在这个时候，现场的气氛变得凝重，就像这件丝缕玉衣有什么重大问题一样。果然，专家说，这件丝缕玉衣可能说明墓主人并不是赵佗，因为赵佗可是自称皇帝的人，都用玉衣下葬了，都在广州修建山寨长乐宫了，那他为什么还要穿一件连诸侯都不如的丝缕玉衣呢？难道这里面还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专家们决定先带着疑问整理玉片，看看玉片下面还有些什么。同时，专家们继续挖开了主墓室旁边的2个侧室和后室。
东侧室是4个小妾的殉葬，西侧室是7个厨师的殉葬，后室是满满一屋子美食和餐具。活人殉葬和美食祭祀再次出现，这个古怪的墓主人到底想说什么？难道这些无法解释的怪异真的和传说中的不死灵药有关吗？几个月以后，专家们整理完玉片，终于发现了隐藏在玉片下面的秘密。首先出土的是一个玉石做成的晨露杯，这是汉朝方士用的东西。方士说，玉石能够聚集天地的灵气，这个晨露杯在夜晚会自发的把日月精华转化成露水，然后再把上等的玉石磨成碎屑，混合在这些露水里面服用，就是不死灵药的药引。汉武帝就曾经在长安城里建造过一个巨大的晨露盘，和这个晨露杯一脉相承，所以专家们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东西，这就是中原方士的鬼把戏。难道就这？看来一切传说它终归是传说。正当专家们觉得这个传说已经被打破的时候，又出土了2个诡异的东西。第一个是一个银色的药盒，这个药盒是蒜瓣形的，全部是用白银打造的。中国古代白银产量并不高，银器不发达，更何况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蒜瓣形的样式，反倒是2000多年前的古波斯帝国出土过大量这种蒜瓣形的银器。那墓主人为什么会有一个古波斯的药盒？药盒里装的难道真的是不死灵药？打开药盒，里面果然是一些黑色的药丸。专家拿着药丸火速赶往实验室化验。与此同时第2个诡异的器物也出土了，这是一枚玉印。按常理，这应该就是主人生前用的图章，只需要辨认上面的文字就能破解墓主人的身份。但结果玉印上写的名字竟然是赵默2个字。这个赵默是谁？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叫赵默的人呢。这不应该是赵佗的墓吗？怎么墓主人突然说自己叫赵默？难道前面所有的推论都错了？整个调查陷入了混乱，专家们开始重新整理文物，寻找远古真相。但随着深入的研究，一个更大的谜团浮出了水面。刚开始，墓穴中发现过5根破碎的象牙，专家们认为这是亚洲象，可能意味着2000多年前广州还有大象。但现在检测结果出来了，这5根象牙是非洲象，来自尼罗河流域。要知道，所谓的丝绸之路是汉武帝时代开通的，而这座古墓比汉武帝的时代要早，而且是在遥远的广州，怎么会有非洲象牙了？接着清理，专家们又从一个漆盒里面发现了26克乳香，乳香的原产地在索马里、也门和阿曼那一带，这又是来自非洲的特产。接着，古墓里还出现了另一件更加埃及的古物——蜻蜓眼。本来挖开这座古墓之前，专家们就在曾侯乙的墓穴当中出土过埃及的蜻蜓眼。曾侯乙是战国时代的诸侯王，比赵佗早了300多年。这个故事我们原来分享过。当时专家们认为，曾侯乙墓穴里的蜻蜓眼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的远古雏形与埃及去贸易获得的，在中国非常的罕见，非常的珍贵。专家们还认为，曾侯乙的蜻蜓眼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随侯珠。随侯珠是与和氏璧齐名的顶级宝物。结果这座古墓中又出土了埃及蜻蜓眼，难道曾侯乙的蜻蜓眼并不是从西域来的，而是从广州来的？古墓中还整理出来很多直径1.1厘米左右的金花炮，是一种纯金打造的半圆炮，表面用金丝焊接着圆形、心形、辫子形等等等等的立体装饰。当专家们用显微镜放大20倍，看清了上面的焊点，很显然，这种金器焊接工艺在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过，反而是在2000年前的埃及、波斯非常的流行。同时，古墓中还出土了一些金侏儒的造型。侏儒，这不是远古中国的神明，反而是古埃及的守护神贝斯。象牙、乳香、蜻蜓眼、金花炮，再加上前面的那个波斯药盒，这些线索似乎在告诉我们，墓主人掌握着一条通往西方的远古丝绸之路。难道在秦汉以前就已经存在一条从广州到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吗？谁在经营着这条商道了？谁又有这么强的航海能力呢？最终，古墓中出土了一件文物，也许可以回答这个谜团。在一个大酒桶上，专家们发现了羽人划龙舟的刻画。这个刻画意味着什么？可能看过我们上期节目的朋友马上就能联想到一个有趣的答案，那就是这
这些羽人是古滇国夜郎国的土著，他们善于航海。上期我们说过，专家们在调查古滇国后裔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古滇国、夜郎国这些羽人的后裔竟然分布到了整个贵州、云南、越南、柬埔寨，甚至跨过了海峡到达了苏门答腊。而专家们说，这些羽人很可能是通过河流和浅滩划船过去的，他们极有可能是一群善于航海的远古人类。比如上期我们提到，从云南的沅江出发，沿着沅江红河水系就可以到达越南；从西双版纳的南昌江上船，就可以沿着南昌江湄公河水系走遍整个东南亚，甚至再从柬埔寨南下，跨过海峡就能到达苏门答腊。就像北方的匈奴是马背上的民族一样，南方的百越，也就是这群插着羽毛划龙舟的古滇国、夜郎国的祖先，也极有可能是船桨上的民族。匈奴可以靠草原和马匹连通中国和欧洲，有可能百越也可以靠河流、浅滩和船桨连通中国和埃及。这个推论太夸张了，一群纵横七海的羽人部落，竟然在云贵高原的深山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虽然难以置信，但整个东南亚苏门答腊出土的文物不会说谎。那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推理，从云贵高原到广州也应该有一条畅通的水路，这样的话，远古的百越羽人才有可能把自己的航海技术带到广州。虽然这条水路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但专家们还是在《史记》中找到了这样一个故事。话说，到了汉武帝的时代，汉武帝不爽这个南越国已经很久了，他就派了一个叫做唐蒙的使者出使南越国，探探虚实。唐蒙很聪明，到了广州也不着急谈判，而是入乡随俗当吃货，每天就不停的这儿吃吃那儿逛逛。慢慢的，南越国也就对这个吃货使者放松了警惕，专门派了几个跟班，好吃好喝的招待。这天，唐蒙吃到了一种果酱，简直太美味了，就问跟班这是什么？跟班答这是四川果酱。唐蒙心中一惊，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四川和广州之间一定存在一条汉朝还不知道的商贸线路，否则广州不可能这么流行四川的果酱。于是唐蒙故意装作不相信，说你少吹牛，四川的东西怎么可能运到这里来了？跟班也没多想，就说广州西北有一条藏柯江，江面非常宽，可以直接把大船开到广州城里面来，四川的商品都是通过这条水路运过来的。跟班们万万没想到，唐蒙这个吃货鬼得很，他很快就联想到这条水路可以运食物，也就可以运兵马。过去攻不破南越国，就是因为北面的大山挡住了运兵的道路。现在如果可以从四川出兵，沿着水路直达广州，那岂不是像一把匕首插入了他的心脏？没多久，吃货唐蒙就告辞回国，跟汉武帝讲了这个惊天秘密。汉武帝找来四川商人一问，果然他们的果酱都是卖给了南边的夜郎国。于是汉军通过四川的博道攻入夜郎国，果然发现了这条藏柯江。再然后，南越国就毫无悬念地被汉武帝灭国了。沿着藏柯江回来的汉军，甚至搂草打兔子，又把旁边的古滇国顺手给灭了。到此为止，所有的远古拼图都合上了。远古的故事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在不知道多么远古的时代，云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越南、柬埔寨，这都是被纵横交错的水网连接起来的。在这片水网当中，就诞生了一个船桨上的民族——百越。百越甚至还通过船桨跨过了海峡和浅滩，来到了苏门答腊，再沿着浅滩一步一步的蛙跳，他们甚至打通了一条从贵州到埃及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也就解释了四川三星堆的西亚埃及风格从哪里来，也许并不是从陆地上过来的，而是划船过来的。会不会和现在已经消失的藏柯江一样，远古的时候云贵高原下面隐藏着一条地下水脉，可以直达印度？三星堆的西方商品都是这群船桨上的百越拿着四川丝绸帮他们从西边买过来的。毕竟四川丝绸历来都是西方最抢手的奢侈品，3300多年前的埃及法老墓穴中就出土过四川丝绸。后来赵佗的秦国大军来到了广州，发现了百越人海上丝路的秘密，于是他就把广州建成了一个环球贸易港。在这里他品尝到了全世界的山珍海味，还通过控制贸易赚钱赚到手抽筋。就这样，他就索性关上了返回中原的通道，在这里当了南越国的皇帝。
而传说中的不死灵药又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回到《山海经》的描述，如果羽人国就是贵州、云南的百越人，那他们东边广西、广东也就是不死民的国度。而恰好现实中云南东边的广西巴马就是世界著名的长寿乡，在这里每10万人当中就有30多个100岁老人，是世卫组织评选长寿乡标准的11倍。也许在远古的时候，广东、广西的百越人就已经总结出一套食疗养生的灵丹妙药，赵佗品尝以后果然活到了103岁。故事回到那座被挖开的古墓，这个叫做赵默的墓主人究竟是谁？他的波斯药盒里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很可惜，科学家们化验以后发现，这些药丸已经全部碳化了，根本检测不出来原始成分。同时，考古学家们也通过一枚金印破解了赵默的身份，原来他就是第2代南越国皇帝赵胡。王国维说的那座赵胡墓是他搞错了，这座才是真正的赵胡墓。赵胡这个名字只有他写信给汉朝的时候才使用，而他面对自己的百越子民的时候，依旧是皇帝赵默。从那件丝缕玉衣当中还可以看出来，赵默很尊敬他的爷爷赵佗，因为极有可能赵佗是穿着金缕玉衣下场的，而赵默是赵佗的孙子，比爷爷低了2个等级，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用第3等级的丝缕玉衣下场。所以那个隐藏了2000多年的赵佗墓，我们至今依旧没有发现，不死灵药的传说依旧存在。专家们也说，广州周边的山头基本都已经被挖了个遍，而唯独有一座山头还没有挖过，那就是广州城中心的越秀山。也许赵默这招灯下黑也是跟他爷爷赵佗学的，赵佗的墓穴可能至今都还隐藏在越秀山下。当你在越秀公园里漫步的时候，注意听，没准山体深处的地宫当中正有一个吃过不死灵药的老神仙，在讲述一个更加宏伟的远古故事。比如就像屈原讲的那个羽人神话一样，羽人们去过一个叫做丹丘的地方，丹丘没有夜晚，永远是白天，那里太远了，羽人们在丹丘还一直留恋着自己的不死故乡。也许屈原讲的正是一幅远古羽人离开广州，沿着钱塘河流一路蛙跳，最终到达南极的宏伟画卷。因为只有南极才有丹丘，才有永远没有夜晚的极昼。而现实中，当我们将新西兰毛利人的战船与羽人的战船对比的时候，真的有点恍惚。也许《山海经》的时代，贵州人真的就已经到达过南极了吧。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四川辣酱、巴马泉水、广州早茶，还有一个殉葬7个厨师的赵默，原来你是在讲一群远古吃货的故事啊。